久了。你就那么想让我另娶他人吗？我找个喜欢的，可我喜欢的就是你。我心悦你，我想娶的也是你。你不是要给我安排婚配吗？沈云烟，你清醒一点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心悦你。沈云烟，你记住，我只能是你的嫂嫂。祖传秘方，包治百病，看一看啦。对不住啊，是我没控制好力气。只是没控制好力气，脾气呢？是齐胜他轻浮在先呢，难道你还真想去他府上？我是觉得齐世子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端王府之前能得皇位之者，想必背后势力不容小觑。若我真能得他信任，有了他的帮助，想必日后我们萧家也会好过些。我会撑起萧家的，你不必去给人做小伏底。蜜饯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嘞！蜜饯冰糖葫芦儿，冰糖葫芦儿，蜜饯冰糖葫芦儿。小七最近总闹着说要吃蜜饯，正好你帮我尝尝。小七机灵懂事，怎会闹你？那是你没见他闹的时候，帮我尝尝吧。好吧。不错，好吃的。你觉得好吃，那小七肯定也喜欢。都给我来一些吧。哎，好。买这么多，小七吃得完吗？祖母说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娇养着的。等我以后重振萧府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都娇养着。我小时候也很爱吃蜜饯，可父亲总说
吃多了会坏牙，不让我吃。后来我就跟他赌气，我说等我长大了，就开一间蜜饯铺子，再养几个美少年，每日做做生意，喝喝茶。你还打算养美少年？多谢。美食、美景、美人，这才叫逍遥日子啊！苏伯父说的对，甜食还是要少吃，吃多了坏牙。大哥，哎，还挺好看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谢云，你干什么啊？你把你面具摘下来，摘下来！怎么，你也有这种癖好啊？大街上看到长得好看的美男子呢，就上来动手动脚的。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呢，可是我信灵堂的人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觉得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故人。故人？怎么？你是真的你在搭讪小娘子呢？啊？啊什么？再赖着这儿不走，我就去告诉苏小娘子。你呀，当街调戏我的男人。你的男人？啊！你简直是，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
说吧，你是不是跟谢隐约有仇？我足足救治了你1个多月，你的命是我从阎王那抢回来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成天鬼鬼祟祟的盯着萧家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可不想救错了人。我是萧家长子萧云熙。萧云熙，那萧家墓里那位是？当时临川大败，我冒死突围求援，却不料路上遇伏。伏将穿了我的衣服，兵分2路，掩护我离开。后来副将身死，尸首被送回了萧家，而我被追兵追至山崖，被你所救。如今萧家好不容易破了局，尘埃落定，此时我若回去，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。更何况，我也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萧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喜姑娘不必为难自己，我现在只想尽快查明临川一案的真相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若那人真的是大哥，为什么不肯回来？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？公子，城南破庙查到风葵踪迹。阿燕，我看你今晚心神不宁，给你煮了参汤。哦，我准备睡了。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好。风葵，萧公子，他们在江南贩卖私盐，萧将军接获的根本不是军粮绸缎，他们用我妻儿的命威胁我，我对不起将军。
吃下去，解毒的。那他呢？我要把你活着的消息告诉大嫂吗？不必了，大仇未报，何谈儿女私情？走吧。快来人呐！六公子一进府就晕倒了。行了，算他命大，提前吃了解毒丹，现在已无什么大事了。不过晚上药散了毒，应该会发热，好好看顾着些就好。麻烦席大夫了。小娘子，你还是好好看紧你家这位小公子吧，一天天的身体还不如小姑娘呢，大半夜扰人清梦。大哥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嫂子？阿月，阿月，阿月，你别走，别走，阿月，阿月，你别走，我疼。公子，昨夜少夫人守到天亮，这是她为您准备的安神香，让您睡得好一些。多谢嫂嫂，但我休息的挺好的呀。睡得好，公子你还是改改你说梦话的毛病吧。梦话？我说什么了？你怎么能叫少夫人归名呢？我叫他什么？我怎么叫他？你叫他阿远，别走，阿远，我疼。他听到了。阿燕，那个，我现在为父兄准备百日祭礼，说要去普济寺给父兄祈福，让你写一份祭词。
君言，你怎么可以有这等心思？你该去做的是查明真相。哎，公子，祭词写好了。写好了，备马，去树营。哎，公子，祭词不拿给少夫人吗？你给的。公子，该不会躲着少夫人吧？祖母说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娇养着的。等我以后重振萧府了，我要让你们全都娇养着。阿元，母亲，阿燕的校尉之职多亏了你周旋。这只镯子呢，本来就是要给云溪媳妇儿的。戴上，挺合适的。后天你去祈福的时候，把它戴上。云溪看了会高兴的。母亲先回了。再拿艺术箱。是啊，只要是可惜，一定会想您。谢谢。哟，这不是萧家寡妇要去上坟吗？哼，这自家亲戚都不认，这别人家的坟，哭的倒是挺殷勤的呀。你们算哪门子的亲戚？倒是比不上你当初想要替嫁，费尽心机进萧家般的殷勤。只可惜我夫君和六弟都没看上我。苏锦元，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拿下谢云燕了。这大白天的，怎的发起梦来了？杏儿，我们走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离我萧家人远一点？我就是喜欢你，是他先羞辱我的。她不过是你大嫂，凭什么？看到了吧，谢公子方才害羞了，证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呀，就好好当好你的萧家寡妇，少惦记你小叔子。谢公子
你六弟，我势在必得。回府。哎，您看看吧，哎，这个啊，哎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做法事啊？听说是普济寺。香溪，好看吗？什么好看的？风景好看吗？哦，萧家今天要去普济寺祈福。那你要去吗？西姑娘，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，我不好当面跟阿燕接触，麻烦你通知她一下，有人在盯着她。我是个大夫啊，我一天天现在都在干什么事儿？我好不容易穿一次女装，我又要换回去。辛苦西姑娘了。知道了。真快呀！61年中元节。是啊，去年来祈福放河灯，就像没过去多久。今年咱们人虽然少些，但是神明一样会保佑咱们萧家的。阿燕，快跟上！老乡嘛，纸巾有，来一份，谢谢谢谢，拿好啊，拿好。老乡嘛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祖母他们都在大殿祈福，让我过来叫你。怎的手又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刚才一不小心，我自己划伤的。你别担心。我是说，祖母看到了会担心的。梦醒再看一回。谢公子，好巧啊！
你怎的也在这里？我跟谢公子有缘，自然会在这里喽。懒得听你发痴。阿燕，走吧。哎，你凭什么让他走？苏锦元，我提醒你，你是他大嫂，不是他夫人。我不用你提醒，我很清楚。云燕哥哥，我又没说错。跟我走，有话跟你说。云燕哥哥，等等我！云燕哥哥，你走的怎么这么快？都撞疼人家了。云燕哥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人家了？我只是心悦哥哥已久，放在一时心急才口无遮拦。你看，我还给云燕哥哥准备了中元节礼物，你就原谅心悦嘛。苏心月，我警告你，离我萧家人远一点，否则别怪我对你苏家不客气。云燕哥哥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是真的心悦你。佛门清净地，成何体统？苏锦元，我一定会嫁入萧家，然后狠狠地把你踩在脚下。只要这谢云燕在，这萧家的案子就不能落定，他必须死。可那个苏锦元总是从中作梗，破坏我们的计划。除非没了他，谢云燕才有可能落入我们的圈套。否则，咱们再怎么筹划，也不好下手啊。唉，只不过什么？苏锦元之妹苏新月，替嫁萧云熙不成，与苏锦元更是势如水火。他好像对谢云燕有意，说不定我们正好可以加以利用。那我们就帮他想想办法，先弄掉苏锦元。希望祖先能够保佑我们。就在这里。这段日子也辛苦锦元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不走吗？哦。我想给我爹娘和弟弟也放一盏灯。爹娘，阿洛，要真有来世，愿你们平安顺遂。
你怎的回来了？我最近在想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在崖边遇见你，你也没有阻止我和楼宇交手，没有回京城，没有回萧家，那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样的？不要去想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此刻只需要向前看。多谢你，把萧家从绝境中拉了出来。也因为遇见了你，所以我才……你是我嫂嫂，我会敬你，护你。唯独不能喜欢你。我听说这河灯飘得越远，思念和祝福就走得越远。那就愿我们平安顺遂，各有圆满吧。月有盈亏，花有开谢，何来圆满？自古所愿由心生，只叹世事何所依。看来这愿河灯是撑不住的。既然撑不住，那就让它沉了吧。伤心一丝。萧大哥，我可是神医。大嫂，祖母说了，今年天气特别好，收成也会很好，我种的花花长得也会很好。大嫂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间就打雷了？
贞洁哪有命重要？你看看外面，每天饿死多少人！你去陪地主家的傻儿子睡一觉，还能换碗饭吃。我不要。走，走，快走，快！前世并非丰年，2个月后凉州大旱，商家坐地起价，饿殍遍野。怕是要下雨了，先回去吧。怎么晴天打来了？没有吓到你吧？我听老人说，天有异象，必有大灾。万一西北真的发生旱灾，国库又因为临川战事吃紧，朝廷怕是没有多余的钱粮赈灾了。慎言，此等妄议朝政之语，断不能出自萧家之口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找人暗中打听西北那边的情况，秘密囤粮。若真有旱灾，这些粮食可以解燃眉之急；若无旱灾，我们再想办法把粮食倒卖出去，不会亏损太多的银两。打探消息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但筹粮所需的银两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去说服祖母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你像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样，就像当时，你能预知到萧家会发生不测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若风奎所说的军粮账册，其实是私盐账册。如今父亲已死，幕后之人并未放过萧家，那这个账册应该被父亲藏在凉州。说走就走，就不能告诉我一声吗？难道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吗？凉州年后就不曾降雨，新任太守好大喜功，对此根本不曾上心。我去查阅了历任太守令对灾年的记载，你的猜测很有可能成真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囤粮。祖母已经帮忙做好了各路文书，若此事能成功，不仅能够解旱灾之困，还有助于萧家祈福。再让阿言上一步，说不定重振萧家有望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这边，放这边。好嘞，好嘞。这袋放这儿吧。好，来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小心点儿。哎呦，放这儿，放那边就行。好嘞。你不是在当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今晚第一批粮食已经到了，我怕你太辛苦，就提前回来一起帮忙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小心啊，让着点儿。慢脚，好嘞。放这儿就行。来，来，来。
是你。如此大肆囤粮可是重罪。谢六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否则我就去御前告你一状。囤粮之事是我干的，与他无关。你说什么？西北有大旱？你敢隐瞒不报？是将有大旱，我现在上报，那是妖言惑众。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能不知道？你若没有十足的把握会有旱情，你会这样做？真的是为了赈灾，再无其他心思。世子此话何意？我自然是为了赈灾。若是为了挣钱，我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所以，我猜苏姑娘所图更多，比如灾情一起，你用粮草做筹码为要挟，送谢六一场平步青云。为何不能？纵然世子知道萧家是冤枉的，不也权衡利弊，保全自身？如今世子问我为何，我为的是萧家老幼妇孺。但灾情一起，粮草必到。我会运作，让谢云燕领赈灾钦差一职，给他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笃定有旱灾会发生。那是自然。如若没有，我苏锦瑜任凭世子处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齐世子，天色不早，已经黑了，请你离开吧，否则被人发现你与我萧府来往过甚，小心世子苦心经营的纨绔面具就这么掉了。这个世子倒有些爱民之心，将来说不定
会有大作为。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无能吗？我难道要你牺牲你自己，来换我的平步青云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不想你再那么辛苦。可你也不能任由其成败部。你怎知他要什么？万一他要……大不了让我为奴为婢，我不在意的。可我在意。别再委屈你自己，谁都不配，包括我。大哥，安叶，怎么了？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哥。是大哥对不起你，把萧家的重担都放在你一人身上。对了，筹粮的事情怎么样了？筹粮很顺利，可就是太顺利了，我心里难受。全家人，尤其是……就为了我的青云路，把所有都堵上了。大哥知道这很辛苦，但你更要坚持走下去，才对得起最心疼你的人。好了，既然筹粮顺利，那我这就去联络萧家旧部，随时准备支援你。快去吧。好。云烟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那个人失望的。少夫人，你的5间铺子跟城西一处房产全部折成银票，交给齐世子去买粮了。不过，听那个衙人说，卖铺子的时候苏家母女前去打听过，他们也都囤粮。我那婶婶向来心眼子多，让他们囤去吧。大家今晚辛苦一点，轮番值守。好嘞，别让粮食淋了雨啊！哎，知道了。没了吧？慢点儿。你何苦这么拼命呢？如今在萧家，大家对我这般好，我想为大家多做一些。你做这些，不也是为了我吗？小阿元，你莫不是嫌这棺材铺的生意太不好了，想过去捧捧场？席大夫，璀夏还是留点德吧，要不然小心被人打出去。跟我走啊？行啊，那我走便是了。不打扰你谢大公子
跟小阿元献殷勤。辛苦跟我过了这一趟，不进去看看？站在这儿当忘情石啊？为什么不进去？不用了，我现在还不能在他面前露脸。况且，你把他照顾得很好。我是因为他感染了风寒，我一时情急才会。我知道，他病了，你只是照顾他。不要喝了。要我说呢，你这病不仅是因为风寒，还是因为心病。我能有什么心病？难道谢公子不是你的心病？你不会以为我傻吧？阿宁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他只是我六弟，我不能再对不起萧家。那你就对得起你自己吗？大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先生妄念。阿叶，其实总之，萧云熙已经死了。现在活着的，不过只是借席大夫药炉重燃的残灰。阿元是个好姑娘，你照顾好她。若有可能，我希望你可以从小到大，不管我要什么，大哥都会给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从今往后，我绝对不会再逾矩半步。如果阿燕，但凡有半分可能，我绝不会轻易对他放手。只是，如果有一天萧云熙真的回来了，你当真心安理得的当谢云燕的大嫂吗？这只镯子呢，本来就是要给云溪媳妇的。云溪看到会高兴的。你
你要知道人生苦短，韶华易逝，可千万别辜负了自己，也别辜负了别人。阿爷，小心！你去看看吧。好。还是个孩子，一点都藏不住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不小心。进出的时候小心点，病人不能受风，不知道吗？小阿远，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，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他给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六弟，输营那边军务繁忙，我这里有席大夫、三嫂照顾，你就不用来我这边了。等天晴了，我想把你大哥的东西拿去晒一晒。那你多注意养病。店家，会合说好的，又不肯卖与我了。哎呀，这实不相瞒啊，这几天前呀，就有买家下了定，要花高价，让我把米啊给他留着。留到几时？这眼看新米1个月后便会下来，到时候您这陈米要如何要上价呢？哎呀！我看是谁敢抢我生意啊！我买米是为了抚恤萧家战死士兵的遗孤，怎么，妹妹也要同我一起吗？你疯了吧？就为了抚恤，把你铺子都卖了？我劝你不要为了和我斗气，把苏家那点为数不多的家当全都赔进去。苏新月，想不想拿下谢云燕？想。那就按我说的去做。你做这些，不就是为了讨好萧家和谢云燕吗？你做得，我怎么就做不得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你买不到1粒米。我记得苏家没有这么厚的家底，这些银票，该不会是二叔
贪腐来的吧？你敢污蔑我爹？我……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啊，我就说谢公子怎么可能看不上我？苏锦元，你身为大嫂勾引小叔，你还要脸不要脸？苏新月，我之前给你的警告，你是一句都不记得。哼，苏锦元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真的清白吗？阿言不可！你说你身体还没好，怎么就往出跑呢？今天幸亏阿燕在，不然你不得吃亏了。阿燕，我说你最近总是魂不守舍的，是不是因为苏新月纠缠你烦心啊？不过阿燕确实也到了该议亲的时候，祖母和母亲商量了。阿燕替萧家守孝是仁义，但也不必因为孝期耽误了婚事。阿燕平日里最为亲近大嫂，你可要帮着相看相看。我会替阿燕相看相看的。阿燕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跟嫂嫂们说说。多谢嫂嫂。我现在还无心婚事。阿燕不会是害羞了吧？公子，这是大少夫人给你精挑细选的贵女们，你可得好好看看。来，公子，你看，这位是刑部侍郎之女，颇有侠义之风。这位是翰林院学士之妹，这可是京城第一才女。看看，侠女、才女，各有千秋，好难选。哎呀，公子别喝了，大少夫人特意交代了，让你好好选。你看看。好。你喝酒了？你就那么想让我另
谢云烟，你清醒一点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心愿你。谢云烟，你记住，我只能是你的嫂嫂。不是的，阿言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既然嫂嫂要我成婚，那我成婚便是了。阿远，我心愿你。心愿一个人是藏不住的。阿远。你从来都不是我打算，退婚书是有的。你明明也是心悦我的，你明明也是喜欢我的。阿言，小阿原本就忧思过重，郁结于心，现在又心热不退的。你看好他，我去给他煎药。阿远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让你生气，我错了。阿言，别怕，我在。阿远，我还是放不下你，就让我这么一直守着你，好吗？
阿燕，这是怎么了？嫂嫂她发热了。哎呦，还真是热，这怎么搞的？你嫂嫂是被那苏新月欺负了？你不是在场吗？怎么都护不住你嫂嫂？不是苏新月，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是我惹她生气了。你是说，是你把你嫂嫂气病的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让你忘恩负义，我让你死意胡来！你一个大男人的啊，你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儿家动手啊！我这么多年是怎么教你的？出去，廊下跪着！阿元醒了，我再找你算账。祖母，阿元，醒了。阿燕欺负你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祖母，我和阿燕……好了好了，快躺下。那混小子，祖母打过了，居然敢跟你动手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阿燕，进来，给你嫂嫂道歉。祖母，我不想见到他，你别让他进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让他回去，不让他来碍你的眼啊。